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本来计划是接续前一期的主题，跟大家分享新约圣经中最严厉的信。后面差不多2期节目的文案已经初步完成了，不过忽然觉得另外的几个主题应该拿出来优先分享，所以呢，计划不得不改变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从圣经看佛教的底层逻辑。所谓底层逻辑，就是指物质最本质的原理，也就是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。找到了事物的底层逻辑，你就能明白一系列相似的道理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今世界有很多的宗教，有人宣讲各宗教平等，大家呢要相互的尊重。也有人则说只有我们是对的，其他的都是错的。那么说各宗教平等的人肯定是出于一种逻辑，说除了我们之外其他都是错谬的，也是出于一种逻辑。这两种逻辑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关联？这两种逻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其中的底层逻辑，似乎一切复杂的问题就变得没有那么复杂了。当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谈论其他宗教的时候，很多反对者会说，你真的了解吗？你真的深入研究过吗？这就好比我们非常熟悉似乎又不太熟悉的佛教来说。你说熟悉，我们都去过寺庙，我们都见过和尚，很多人还看过佛经。说不熟悉，到底佛教是在说什么呢？佛经到底又在讲些什么呢？所以当有人反对说你都没有好好的去深入研究，你怎么可以胡乱的做出判断呢？这个时候你又该怎样去回应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看似很难，其实并不难。饭菜是不是已经发霉变质了？从外观，从气味，大多时候都是可以判断的。不一定你真的要吃下去看是不是会肚子痛。可能这个比喻呢不恰当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当然，宗教信仰没有饭菜那么简单，仇敌的诡计总是带着迷惑性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道理来说明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但是基督徒是可以有更多智慧的，而这些智慧就在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之中。不过对于异教徒来说，圣经是基督徒才要去研读的，异教徒又怎么会相信呢？就像巴勒斯坦人愤怒地去质问以色列人，你凭什么说这块土地是你们的？以色列人拿出来的就是圣经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有理有据的，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但这真的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吗？今天我们讨论佛教的底层逻辑，同样我们拿出来的也是圣经。不过只要您是一个还有一点点思维能力的人，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你一定印象深刻。至于今天的节目，基督徒们千万也不要觉得这是做给佛教徒的。当然佛教徒看到这期节目他们是蒙福的，不过基督徒们也要自省。虽然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可是很多时候你仍然在延续着佛教的底层逻辑。可能看到现在您还是不明白，不过不要着急。
只要更清晰地认识了我们的信仰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佛教区别于基督教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，基督徒并不供奉任何的雕像或者画像，而佛教徒是不一样的。佛教徒会在家里供奉佛像，基督徒的神是一个无形的神，而佛教徒的神是一个有形的神。当然这个时候佛教徒会站出来反对，说我们拜的是佛而不是神。好吧，不要那么咬文嚼字，中文实在是没有更多的替代词语。这里的神并不是指的神祇或者神灵或者神仙，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信仰里最大的那一位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教最大的那一位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个形象出来，而佛教中最大的那一位可以是有形的。这个时候佛教徒又会站出来反对了，说佛教中最大的也不是佛，而是佛法或者业力。好吧，请问佛教徒们所朝拜的时候，你是拜佛法还是拜业力呢？佛教徒朝拜的时候是不是叫烧香拜佛？没听说过有烧香拜佛法或者烧香拜业力的。那么听到这里，如果您是佛教徒，如果您还不知道佛法或者业力是什么，那么您最好回去补一补功课，再回来看这个节目。如果您是基督徒，我觉得知不知道佛法或者业力其实并不重要，因为佛教徒真的不明白到底谁是最大的，所以就发明了一个佛法或者业力的说法，他们自研了一套理论在其中。但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底层逻辑完全可以戳穿他们的理论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你知道他们是拜佛就 OK 了。所谓拜佛就是面对佛，人们经常将佛制作成一个雕像，不同的地区雕像差别还是蛮大的。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地区，他们的佛像多少带着一点诡异。东南亚地区的佛像一般腰身比较纤细，而东亚地区的佛像一般都是肥头大耳，可能是淀粉摄入太多，没有足够的蛋白质，所以这个地区的和尚普遍是一种浮肿性的肥胖。和尚既然都是这样，那么按照人的样子所制作的雕像也是这样。而其他地区的佛教并没有吃素的要求，所以在饮食上相对均衡，佛像的身材自然也比较好。如果你一生只在一个地方生活而不到处走走，可能你觉得世界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如果你只要出去走走看看，你才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一点。说了这么多，现在我们清楚了，其实佛像不过是按照当地人的形象为蓝本造出来的。这种人手所造出来的像，在圣经中呢，称之为偶像。所以当基督徒提到偶像的时候，大家不要觉得是那种舞台或者是电影里的明星。圣经中的偶像原文的意思就是雕像，所以但凡是雕像，人就不可以朝拜，哪怕是人所认为是神的雕像也不可以。有人说天主教也有很多的雕像，圣母的雕像，圣徒的雕像，还有人在雕像面前祈祷跪拜。我想说这样也是错误的，而且也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基督徒不能因为天主教是基督教的分支，所以就说圣母玛利亚的像没有问题，而佛像就是错误的。
我们需要明确的就是所有的像都是错误的。申命记27章15节，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，或雕刻，或铸造，就是工匠手所造的，在暗中设立，那人必受咒诅。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寺庙敢说他们的佛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因为佛像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，或用泥土，或用石头，或用金属，反正都是一尊雕像而已。圣经说这是神所憎恶的。其实人类拜偶像已经是几千年的历史了，并不是单单佛教才拜偶像，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是拜偶像的。所以这些拜偶像的宗教，他们的底层逻辑还是有一定关联的。因为这些人弄出来的东西，都是因为人有一定的共性，不管是欧洲人、亚洲人、美洲人，说到底都是人。那么人为什么要造出来一个雕像来朝拜呢？哥罗西书第3章5节，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这句话的原意就是在说，这里的贪婪指的就是拜偶像。而人之所以会贪婪，就是对物质的欲望太过强烈，也就是现在有的不能满足，还想要更多。人就是这样，已经拥有的东西不觉得什么，一旦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所以人总是想要更多更多，这就是人性。所以人无法压制住自己本性的贪婪，你就一定是痛苦的。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寻找解脱的出路。拜偶像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所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。圣经中所提到的假神高达有10几个，在当时的社会中，不仅仅有相当数量的人来朝拜这些假神，甚至有很多工匠是靠着制作这些假神的雕像为生的。以弗所书中就记载，这里有专门制作雅底米女神银像的工匠。因为保罗在这里传福音，导致工匠的生意大受影响，所以他们就聚众骚乱，逼迫保罗离开。看一看今天的佛教世界，一尊佛像，一个佛牌，如果是那种大师开过光的，成本低廉的雕像一下子就变得价值连城了。而人们愿意花钱购买这些雕像，一定不是喜欢艺术，他们一定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价值。如果一个人倾家荡产，花重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，而开光的师傅告诉他，这最多只是一件艺术品，千万不要想着花钱能够赚回来。你觉得这个人还会购买这尊佛像吗？一些人收藏佛像，难道不是为了投资升值吗？一些人愿意花高价购买佛像，难道不是为了更多的回报吗？这个时候您可能会说，很多穷人也是佛教徒，他们没有钱购买那些名贵的佛像，你又怎么说呢？没钱买，那就去寺庙里朝拜咯，能出多少香火钱就出多少。他们会两手空空的去拜佛吗？拜佛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？香火钱和佛教的祝福，难道不也是投资与回报的关系吗？所以佛教的底层逻辑
就是人性的贪婪。人希望有比现在更多的东西，人希望用自己的行动、金钱换取神明的保佑。说到底，人希望佛能够听人的话，而不是像基督信仰一样，人的行为是不能够换取神的祝福。人归根到底不是求神这样求神那样，而是神怎么说，人就要怎么做。所以拜偶像的人其实根本都是不信神的，而是他们自己想做自己的神。而基督信仰告诉你，你本就是神所造的，你一生所要做的就是聆听神要对你说些什么，同时呢，按照神的指引过完你的一生。所以并不是要神站在人的这一边，而是人应该站在神的这一边。说到这里，也许有些人会说，这一期的分享给人的感觉会很不舒服。你不能一竿子把佛教徒全部打倒，佛教徒也有清心寡欲，也有乐善好施的。你不能一句贪婪就把这些人全部否定了。是的，今天人们的眼中，清心寡欲、乐善好施，这都是好的美德。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性格，人们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好人。可问题是，这是人的评判标准，而不是神的评判标准。有多少人他们是人前光明磊落，背地里偷鸡摸狗呢？人总有我们看不见的一面，唯有神才能够参透万事。人会犯错，但神永远不会犯错。我并不是要一竿子打倒所有的佛教徒。今天我们说的是拜偶像的底层逻辑，所以拜偶像和佛教徒不一定完全要画上等号。难道佛教徒全部都要下地狱吗？我就知道有从来不拜佛的佛教徒，也就是从来不拜偶像的佛教徒。而他们虽然对于信仰不能够完全参透，但起码他们已经脱离了佛教的底层逻辑。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，其实又衍生出了两个新的问题。一个就是佛教徒难道一个都不能得救吗？另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就没有偶像崇拜吗？是的，偶像虽然在圣经中的原意是雕像，但是偶像可以是有形的，也可以是无形的。今天的基督徒很多虽然没有拜有形的偶像，但是却被无形的偶像深深地捆绑，而其中的底层逻辑依旧是人性的贪婪。求神怜悯，让我们可以更多地认识自己，看清自己。今天的这期分享并不是说给别人的，而是说给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。我们这样的话题还会继续。原来如此，我们下期见。